嗨，大家，我是瓜。相信你们应该都觉得巴黎的交通很复杂吧？那我就以我去了4天3夜的经验来跟你们分享我那个时候是怎么搭车的。第一个是从机场到市区的交通，能从机场到市区的方式有下面这一些。第一个是郊区的快铁 RER， 它单程的票价呢是11.8欧元。耗时大约40分钟，会适合哪些人呢？我觉得是要住在 RER B 线上面的，因为如果你住的住宿附近没有 RER 的话，你就还需要再转地铁或者是转公车，其实会很麻烦。那第二个是 Roissy Bus 的机场巴士，它单程的票价是14.5欧元，虽然比较贵一点点，不过我听说机场巴士的上车点是你出关之后可以走最少距离的。因为像如果你要搭 RER 的话，你就只要跟着 RER 的指标走，基本上就会到。可是确实是要走蛮长一段的。那 Roissy Bus 的机场巴士会比较适合你的住宿是在巴黎歌剧院附近的，因为它的下车点就是在巴黎歌剧院那边。那最后一个方式是搭公车。搭公车的话，你可以搭350或者是351号，它单程是2.15元，那时间就会比较长，需要60到90分钟左右。而且因为他们是站停，可能还会因为塞车所以更久，因为它也不方便，然后花的时间又多。可是如果你真的很有预算的话，你还是可以考虑搭公车，因为它是最便宜的一种。那除了以上这一些呢，当然也可以包车。我觉得如果你们有3个或4个以上，因为一定都会拿行李嘛，其实包车的话算是一个还蛮方便的方式，至少你不用像我们这样子拖着行李走很多的路。那我相信在 KKday 或者是 Klook 上面应该会有很多包车的选项。再来呢，就是市区的交通。市区的交通呢，主要可以分为公车、地铁、RER， 还有租脚踏车。那我听说还有路面电车，可是因为我去了4天，完全没有看到，所以这边的话我就没有讲解这个选项。票价的话呢，地铁跟公车单程都是2.15欧元 ，RER 是在第1到第3区里面也是2.15。可是如果你是第4、第5区的话，你就需要买点到点的车票，这个票价的话就会依照你的距离而有所不同。那最后一个是租脚踏车，一天是5欧元，你可以租借无限次。那我刚才讲的票价是单程的，它还有其他的组合，比如说是 One Day 的 Pass 或者是周卡。那我先来讲 One Day Pass 的部分。我在巴黎的行程总共是4天3夜，可是它中间是切开的，因为我中间有先跑去冰岛玩再回来，所以我都是买单程的票或者是 One Day Pass。在购票之前，你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巴黎的区域划分会比较好。先来看一下这张图，里面这个黄色小圈呢是第1到第3区，大部分景点都在这边，比如说罗浮宫、奥赛剧院、美术馆、凯旋门、巴黎铁塔，这些都是。外面这一圈米色的第4到第5区则是戴高乐机场、奥利机场、凡尔赛宫、迪士尼。如果你们是会需要到第4到第5区的话，我会建议你们可以买 Ozone 的 One Day Pass， 它票价是20.6元。这样子1天之内你就可以无限搭乘，因为像是我们刚才说的，从戴高乐机场到市区就要11.8了，那你只要再搭5趟单程就划算了。那如果你又要去凡尔赛宫，单程是4.15欧元，来回就要8.3。其实你1天之内只要有去这2个地方，你买 One Day Pass， 那这样就完全值得票价了。购票的方式呢有分2种，第一种是你们直接在机场或者是地铁的柜台买，或者是旁边有机器也可以。可是我听说机器除了要排队之外，再来就是有一些人会假装要帮你买票，那些人帮你买完之后可能会跟你要钱，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去排机器，我就直接去柜台买单程票。那另外一种方式我觉得比较好，是直接在 Apple Wallet 上买 Navigo 的交通卡。我在这边示范一下，直接到你的 Apple Wallet 呢，右边这边有一个加号，按下去，那交通卡这里点下去，搜寻 Navigo 就有了。这边按继续，那下面这些呢就有非常多的选项，像第一行的 Navigo One Day Pass， 你们要仔细看哦，它下面是写 All Zones， 就代表你第1到第5区都可以搭乘，票价是20.6欧元。那第2个也是 One Day Pass， 可是它就只有第1到第3区，代表说你就只能在小巴黎里面移动，票价是11.6欧元。如果你今天非常确定你只会去第1到第3区的话，就可以买11.6元的这一张。那如果你可能会去机场啊，或者是凡尔赛宫、迪士尼等等的，你就要买 Ozone 的这一款。那第3个 One T Plus Ticket 是单程票。
如果你今天去的景点不多，而且都是要用走路的话，就可以买这一种单程票。那再来下面这边有 Orly Bus Tickets， 它还有分2种。第一种是 Shuttle Bus， 我猜它就是类似那种机场巴士。那第二种是 Orly Airport Ticket， 它是搭地铁第14号去奥利机场的。那还有 Roissy Bus Ticket， 就是我刚才说的戴高乐的机场巴士。那如果你不想搭巴士，你也可以选倒数第2个 CDG Airport Ticket， 11.8元的那一张，这一张票就可以让你搭 RER 来回机场跟市区。那以上是单程跟 One Day Pass 的部分。那最后一个呢是 Navigo 的周卡。如果你刚好是星期一抵达巴黎，而且会待至少超过3或4天，就可以考虑周卡。它单张1到5圈的话是30.75欧元，这样子的价格比起 One Day Pass 其实真的很便宜耶。可是它有一个比较麻烦的点，就是不论是星期几开始用，它都只能用到星期日。比如说我是星期一开始用，那我一样可以用到星期日，所以我用了整整7天，只要30.75欧元，是不是很划算？可是如果我是星期5才开始用，我只用5、6日3天，它一样也是30.75欧元。你就要看你到达巴黎是星期几，然后会待几天来算算看。那周卡的使用方式呢，一样有分2种。周卡就不能像我刚才在 Apple Wallet 上面买了，你要下载另外一个 App 叫做 IDF Mobilities， 要在这个 App 里面才能买周卡。那另外一种呢，是在柜台购买实体卡片。如果是实体卡片呢，因为是记名制的，所以你需要准备一张1寸的大头贴，而且卡片上面需要签名。如果你没有照片或者是没有签名，被验票员查到的话，会需要罚款。我觉得这一点就还蛮麻烦的，所以我自己是比较倾向于是使用 App 来买票，而且这样子的话我就不用一直顾着那一张卡，怕它会不见。最后一个是脚踏车的部分。那脚踏车的租金1天是5欧元，押金是300块。你只要租了之后，你就可以骑无限次。我是9月的时候去的，天气算好，也没有下雨，再加上那时候又想要避开在地铁或者是公车上面遇到的扒手，所以我们一开始是先骑脚踏车的。那可是呢，我们后来就有发生，我们还车之后去景点逛完了，回来要再继续租下一台的时候呢，它就显示我还车没有成功，所以我不能再租下一台了，就等于是我那一个5欧，我就只骑了1次，然后押金300元也被他扣掉了。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一直在写信跟法国公司那边沟通，请他退我押金300元。这个金额真的很大，我们是在第1天就发生这件事情，因为被他扣完300元之后，那个心情真的是超差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又回去搭地铁了。虽然以后我去巴黎，我再也不要骑脚踏车了，不过我还是在这边示范一下要如何租脚踏车。一开始先选择下排的语言，接下来是上面蓝色这个框框取得1张通行证，再来是选择一个通行证。那这边有单程3欧元或者是1天5欧元的选项，那我选的是1天5欧元的选项，然后我选的是一般的，不是电动的那一种。按完订阅之后，它会要你添加优惠码，因为我们没有优惠码，所以就按下一步。那除了1天5欧元的费用，他们还会预扣一个300元的押金。然后这边会有一些条款的使用规则，就按同意就可以了。接下来要输入你的 email， 输入完之后，它会要你设定一组密码，这个密码是你之后要租车的时候要输入的。然后我们是设定最简单的那一种，免得到时候忘记。接下来就刷信用卡就可以了。那以上是呢，在巴黎市区你们可能会用到的交通方式。那你们在出发前可以先在台湾查一下你们要去的景点加起来的票价会大概是多少，这样可以更好帮助你们判断应该要如何买票。那如果你们想要先算票价的话，可以看这个网站，这个网站里面显示的还蛮清楚的。那你们进来之后呢，可以先把它翻译成中文，在 From 的栏位可以输入出发的地点。我的住宿地点是在 Saint Michel 的这一个站。那假设我要去凡尔赛宫，这个，然后按搜寻。那它左边这里呢就有几种方式，然后它会显示票价，那你们就可以用这个官网先去查你们整趟行程下来大概会需要搭几次车，然后票价是多少，这样就可以比较方便来判断买哪一种票券会比较好。
那听到这边有没有觉得巴黎的交通真的很复杂？其实我是觉得，因为通常我们一定会去机场，那凡尔赛宫或者是迪士尼基本上都是蛮多人会去的，所以如果没有很确定的话，你们就不如买 one day 的 pass 或者是周卡会是最方便的，才不会有那种你只买了第1到第3区，可是你不小心搭到第4或第5区被罚钱的状况。那最后呢，我想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交通治安的问题。那我是待在巴黎4天嘛，我有2天呢就看到了算是偷窃案，而且都是在往返机场的 RER 上面。虽然我觉得地铁看起来比较可怕，因为地铁你就是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种，而且也相对起来会比较挤一点点，再加上他们的地铁是真的很脏，地上都是湿湿的或者是有很多垃圾，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很恶心。可是我真的有看到的都是在 RER， 地铁反而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那我看到的第一个事件是在从我第3天从机场要到市区的时候，有2个深色肤色的男生故意把一个单独的中国女生围住，然后搞得好像很挤，在那边挤她这样子。在慌乱之下呢，他们就把那个中国女生的东西偷走了，而且因为那女生可能稍微就是有点架她拐子，其中一个男生他还就是很用力的推她，而且这些事情大概就是不到30秒吧，就我看到跟那个女生被推跟那2个男生下车超快的，就是我还来不及反应，他们就都已经走了。那因为我前2天已经玩过巴黎，而且我没有遇到任何的事情，所以我本来就觉得巴黎其实很棒，没有大家说的治安这么差。就我看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真的有点吓到，而且因为那2个男生很高大，然后又有动手，所以导致我现在算是有点看到深色皮肤的人都会有点害怕。可是因为我也受到蛮多深色肤色的人的帮助，没有说他们一定是坏人，可是就是大家可能自己要小心一点。第2次是隔天我要回戴高乐机场了，我看到4个肤色算是偏浅，我觉得没有很深，然后漂漂亮亮可可爱爱的小女生，她们4个呢在列车一到开门之后，他们就去围堵一个老太太，而且是真的把她这样子围住，离她靠很近，然后就问她说这台车是不是要往 airport， 问好几遍，因为那个老太太明明就有回答她说 yes yes 这样，她还是就是一直反复的问她一样的问题。是后来列车的门要关了之后，那4个小女生就一哄而散，就赶快逃下去，然后我们车上就有一个阿伯就赶快跟那个太太说你要赶快看你的东西有没有被偷，他们应该是小偷。然后那太太就很惊恐啊，就是赶快检查东西，好险是没有被偷。我看完之后我也是吓坏了，然后那天是我已经要准备要回台湾，我就觉得好险我不用继续带巴黎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好可怕哦。他们看起来明明就是很无辜的小朋友，没想到他们也是犯罪，而且他们就是4个是把你围在一起，就是你根本没办法走出来。我亲眼看见这2个案件呢，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比较会挑身材娇小的女生，然后很多人说他们会挑亚洲人嘛，可是其实也没有啊，因为我说4个小女生的那个，他们是挑一个西方人，那位太太她就是背了一个我忘记是 Gucci 还是 LV， 然后背得很显眼，也没有用外套盖住，就直接背在侧边这样，然后拖一个行李箱。那至于那个中国的美眉，她是单独一个人，然后她是站在距离门口最近的座位的旁边，算是人家要进出的话都一定会经过她，而且我没记错的话，她那时候应该是在滑手机，可能是因为她是单独又是亚洲人又在滑手机，所以就被那2位男生盯上了。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呢，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滑手机，就是你真的要滑，你可能就是至少边边一点，然后你的行李都一定要顾好。因为我自己的话是我带那个行李，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就是有位置坐，而且我会手就是几乎摸在我的行李上面，能不滑就不滑。那我就是会一直这样子看旁边，就是让他们觉得说我是有在看的，虽然我也不知道到底谁是小偷，至少他看到我这样到处在看，而且我脸算也蛮臭的，基本上应该不太会对我下手。虽然我自己是没有真的遇到被偷被抢这件事情，不过我觉得他们大部分的手法就是要制造紧张跟慌乱来转移你的注意力，然后他们就会默默的伸进你的包包把你的东西拿走。所以我自己是会建议在巴黎的时候遇到陌生人跟你讲话，就尽量不要理他，完全不要理他，尤其是不是亚洲人的人。如果是你的直觉觉得怪怪的，你就尽量远离他，
就不要再朝它的方向走过去了。那如果是搭地铁或 RER 的话，我自己是会能找位置坐就尽量找位置坐，不要让自己是站在那个门口，很容易就是人家要出门稍微挤你一下就偷偷把你的东西都拿走了。我自己呢有一个小小的秘诀，我这次去巴黎都是背这个包包，它是在 GU 吧 ，GU 还是 Uniqlo 买的，反正它就是很轻，然后黑色的这样，就是都会这样背着，把它放到前面，然后这个把它拉紧。那因为我们不是就是常常都要拿现金或信用卡的嘛，我在这边就绑了一个手机的挂绳，我绑在我的出国用的钱包上面。我的信用卡跟现金我会部分放在这一个里面，我不会放全部哦，我是有的放这个包包侧边的口袋，有的放这个里面。万一这一个真的被摸走了，我还有其他张可以用。我就是这样子把它链着之后，我就把它埋到最深处，然后可能用什么小袋袋啊，或者是卫生棉、卫生纸把它塞在钱包的上面。那我真的要找的时候，也不会因为我塞到太下面而找不到，因为我有这个链子，我一拉它就起来了。这样，如果那个小偷他真的要偷我这个包，他这样拉我这一个链子，我一定感觉得到。这个方式还蛮方便的，就是我自己要找东西不会太麻烦。那另外呢，就是关于用钱这方面，我看很多文章他们是说，有可能是在你拿钱包要付钱的时候，你就被小偷盯上了，那他就大概知道说，你的钱包会放在你包包的哪里，所以能不把钱包拿出来就尽量不要把钱包拿出来。而且我在巴黎的4天完全没有一天需要用到现金，到处都可以用 Apple Pay， 顶多就是我买单程车票的时候，我很怕它不见，所以我有放到我的小袋子里面，就这个时候才会拿起来。所以我才说，其实最好可以的话是都直接用在手机的 App 上面就好了。那以上这些呢是关于巴黎的交通，希望你们看完这一集可以对巴黎的交通有进一步的了解，然后也不要对巴黎太失望。我觉得巴黎是一个很美好的城市，只是它的系统确实是还没这么完善，然后治安也有待加强。因为我觉得去完巴黎之后，有那么一点点不太相信人性。就我看到那4个小妹妹，我真的很难过就会觉得这么小的小孩子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希望大家可以从我的经验里面得到一些保护自己的方式，然后可以在巴黎有一趟美好的旅程。我的下一集呢，会分享一些去巴黎之前需要准备的东西，还有我推荐的住宿还有美食。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